补脑啊，补脑，有吃过什么东西补脑的吗？我自己可能就没有特别的吃什么补脑的。哦，真的啊，所以就这么多人有忧郁症跟焦虑症啊，对不对？你只是去医肚子，而没有医到你的大脑啊。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营养的课题，请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Jenny Tang，记得跟朋友分享以及按赞哦，谢谢你。你们有吃过猪脑吗？我小时候真的有吃过。猴子脑有吃过吗？没有，看也没有看过哈。我是一个野人，因为我家特别喜欢吃野味的。你们有听过我们的脑哦？它的这个血啊，不是红色的吗？我们的大脑哦，脑里面呢，它有一个屏障，我们叫血脑屏障，英文叫做 blood-brain barrier， 它有一个墙壁的。当然这个头皮下面是那个头盖骨啦，那么叫头颅是吗？那骨里面呢，它有很多的血的网来供应氧气跟营养给大脑里面，可是这个血不能进去大脑的。你的大脑有左脑跟右脑，你大脑里面呢，它有自己的血的，它的血不是红色的，所以你们有看过那种开大脑手术的话，不会说哇啪，全部的血红红吐出来没有？可是开大脑手术的那个专科医生哦，他的技术一定要非常的高超哦，不然的话你开错了一个神经线，他可能就会中风啊，或者是其他的器官啊会受影响啊，这样子。所以大脑里面的神经线它也有自己的，我们讲免疫系统。大脑它有自己的白血球，它的血跟外面的不一样。当你的这个大脑屏障它漏洞了，有破洞之后，你的这个血里面很多的一些分子走进去大脑，就会影响你的神经的传递。我们讲脑漏、脑破洞、脑漏症，所以你有脑漏症的话，也会影响到很多的精神上的问题的。除了有忧郁症啊、焦虑症啊，还有一些。有没有听过妥瑞症？就有些小孩子，他不是故意，可是他就是忽然间会喊一声这样子。你有看过？我有看过。然后有一些小孩子是那个自闭症，也是因为脑漏的问题。还有一些是我们讲的发扬叫是癫痫也是因为你脑这个糖啊走进去你的大脑里面，所以他有癫痫症。所以有这种发扬调或者是癫痫症的人就不建议去吃高糖的饮食，或者是煎炸的饮食，因为你的脑需要60%都是油来的。脑是神经线做的嘛，神经线好像我们家里的那个电线，电线外面是不是包一层油的，防止它的这个电就游走嘛，那它一定要包一层不过电的这个油嘛，油不过电的。所以如果你的这个油哦已经破洞了之后，那个电就不受控制了，去到别的地方，所以这个就会让你的这个思维、你的思考能力呢会混乱，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我们一定要摄取足够的营养呢，让我们的大脑神经跟我们大脑的这个隔膜、这个屏障啊健康，才会避免很多这样子精神上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多的一些食品，你觉得有什么食品可以帮助大脑？有吗？你吃过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大脑健康？我自己可能就没有特别的吃什么补脑的。没有什么吃补哦，真的啊，所以就这么多人有忧郁症跟焦虑症啊。所以就这么多的大脑问题，自律神经失调啊，采油跟放松都不能够去调整。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原因，因为你没有去注意你的大脑需要的食物或者是营养。有很多食物是可以帮助大脑健康的，刚才我们提到其中一个就是 Omega-3跟6这种好的脂肪酸。我们也需要一些矿物质，比如说脑神经它要去传递那个资讯的时候，它需要 natrium 跟 kalium， 钠跟钾。然后如果产后忧郁的人呢，他很容易紧张啊，他需要吃什么？他需要吃香蕉。他有这个
magnesium 啊，镁可以让你心情比较稳定。还有什么很多啊，你可以算起来有很多这些食物跟营养是可以帮助你调理情绪的。但是在众多的这些食物或者是我们讲草本当中呢，有一种它是对我们大脑非常有效的，我们叫做野山人参。那野山人参它是什么？它是一种上等的草本 ，OK， 它可以说是草药，它可以是药，也可以是食物。人参有吃过吗？人参在我们还没有生病的时候是可以每天吃的，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叫做人参鸡汤可以提高免疫力，是吧？今天呢，这个人参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调节我们的大脑功能。不是我说的啊，你看有医书啊，就是中医的医书，很久以前的医书啊，就《神农本草经》，他说野山人参是野山的，不是你现在去普通买的那种种植人参。野山人参是可以帮助我们补五脏，还有呢安精神，看到吗？就大脑很紧张的时候，它可以帮你平复。OK， 还有呢定魂魄，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很怕的时候，它可以跟你帮助你协调一下。尤其是小孩子，他晚上会发梦啊，很容易受惊吓。你有看过新生出来的婴儿，他们睡下会吓一跳，会跳一下这样子的。这个他们就是这样惊悸，可以止惊悸。我的孩子一生出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买很多珍珠粉给他吃。珍珠粉是很多那个钙啊 calcium 啊，那也可以帮助他调整一下下。钙镁也有哈，也可以帮助这个顶劲。还有呢，野山人参可以久服轻身哦。什么是久服轻身？就是说你吃久了，要长期吃这个野山人参，可以让你的身体很多毛病啊，它可以平稳下来。轻身就是你没有什么毛病，没有什么疾病，然后延年益寿啊。所以短期来讲跟长期呢，野山人参都是对我们健康从里到外都很好。Okay？ 所以你们可以去多一点摄取这个野山人参来帮助你的大脑功能。当然野山人参很贵啦，对不对？但是我们之前有去分享过为什么野山人参这么贵？因为现在的野山人参呢，他们很少可以真的从它的山里面去挖出来的，大多数是种植的没有野山人参的那种活性成分，我们叫稀有人参皂苷。但是只有野山人参，而且要足够年龄的野山人参，比如说30年以上，有50年、90年的那种才是我们讲的上等的。价钱呢，一支可能要3万块美金，3万块哦，不是3000块，3万块美金可以买一辆名车。但是现在可以透过生物科技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野山人参的植物干细胞把它萃取出来，然后让这个植物干细胞像 photostat machine 那样子，okay， 分泌很多的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些活性物质去刺激我们的身体的功能啊，像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免疫力啊，大脑也有免疫力啊，大脑的这个神经线的这个协调啊，还有其他我们的五脏六腑，刚才看到吗？野山人参啊，野山参补五脏。什么是五脏？心肝脾肺肾。但不是它的那个真的心啊，它是一个系统啊，我们讲 system。心就是你的血液循环啊，肝就是你的另外一种这个功能我们心肝脾肺肾都可以帮助你做协调。但是重点是你吃这个野山人参，你要吃到它的量，它的活性成分的量，而不是那个人参你做条，你知道吗？很多人问我，要吃野山人参一天要吃多少条才够啊？不是它多少根，而是你要知道它野山人参有没有它的活性成分，是这个活性成分。你要吃人参，你要得到的是这个稀有人参皂苷，就好像你吃橙是要吃到它的维他命 C，而不是吃多少粒橙，可能你吃10粒橙、100粒橙也没有达到1000个 mg 的维他命 C。你要吃的就是这个稀有人参皂苷，才可以达到那个吃人参的效果，了解吗？这样子的话他们会在复发这个忧郁症和焦虑症嘛？如果是讲他们已经治好了，这个问题很好，会复发吗？
有些人是可能会的，会一直重复。就好像我嘛，我是18岁有那个忧郁症，是因为学业，然后产后又忧郁症，然后我不知道我更年期会不会，希望不会。但我发现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去刺激你。第一就是你的生活上面的一些困扰，第二呢就是你的营养方面的这个协调。如果它两方面都受影响，就可能再复发。然后有一些人会越来越严重。我曾经就是帮助过一个女孩子，她大概16岁的时候开始吃药，因为忧郁症很严重，然后她的妈妈花了很多钱去帮助她治疗这个忧郁症，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吃很多减肥药，因为吃减肥药它就没有摄取到好的油嘛，很多减肥药都是泻肚子的，把你的油全部都舍去啊，这样没有去吸收好的油。然后也有因为他可能是自己感情方面的一些困扰，而让他长期的使用这个忧郁症的药物，再加上这个忧郁症的药给他副作用呢，他本身就不能够跳出那个框框。但就因为他使用了好的营养素，然后有一些好的环境让他去学习新的一些知识啊，不一样的想法思维的时候，给他改善很多，真的。忧郁症跟焦虑症都可以改善，也可以完全脱离。因为人就是好像你，如果他生病，他发烧，你要不要供应他发烧时候需要的营养素或者是情况，让他去修补，还是你不要管他，让他越来越严重？这个就是他的差别，你能够好还是不好？发烧过后你也是可能再得感冒发烧的嘛，这个跟忧郁症其他的心理疾病都一样。它可能会倒回来，但多久倒回来看因人而定。所以这个你就要自己去观察什么原因导致你忧郁的，你就要预防它，或者是补充一些营养元素，让它可以不重复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除了好油，除了吃野山人参，还有一些情况你都可以去避免的。歌曲是一种，也是一个良药，所以这么多人喜欢听情歌嘛。娱乐圈为什么可以这么轰动啊？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在表达一些关于到感情啊的这些剧情啊。Michelle 也是演员嘛，对不对？你最近有演些什么戏吗？最近没有演戏拍短片就有，演戏就没有。对，你这个 YouTube 这边有吗？有你的短片吗？YouTube 有我的之前演戏的，对，可以从我的 YouTube Michelle Tan，然后去找 acting part， 然后就有可以看到我之前演过的东西呀，和我之前有比赛的也是有放在里面。跟大家说 Michelle 是这个 Astro 什么比赛啊？对，我以前是从 ATV 的那个的 Ultimate Actor， 然后再参加 Astro 的搞笑之王，对。搞笑之王真的很搞笑，我也看过。有吗？对。他演戏，你看他是一个艺人啊，又很会主持主播，你看健康课题又可以，唱歌又可以，演技又拍摄又可以，然后舞台剧其实是更难的 one shot 也可以要被搞那个很厉害。你们可以去 Facebook like Michelle， 大概全部人都已经 like 了啦，去 follow 他，一定要按那个小铃铛。下一次他 live 唱歌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通知。对，或者是 search 在 Facebook Michelle Tan 72，他不是72年出世的而是生日。猜一下几月几日啊？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Jenny Tam， 请开启小铃铛，留言、分享以及按赞哦。我们下一个影片见。